魏无羡喘着气，感受到蓝忘机有些急促的呼吸，面上不禁笑起来，声音懒洋洋地勾着他：“二哥哥，以天为幕，以船为席也不错呀。”蓝忘机压在他身上，柔顺的黑发铺散开来，弄得魏无羡浑身都有点微微的痒意。云纹抹额随风轻扬，魏无羡伸手捏住了抹额的尾巴，绕在指尖把玩，低哑道：“蓝二哥哥，不如就在这把我办了，想怎么办就怎么办。”阳光将眼前的人照得暖烘烘的，水面波光粼粼的闪着光，衬得人格外的晃眼，脑中似有根弦崩断了。蓝忘机解开抹额，抓过魏无羡，两只爱胡闹的手紧紧地绑在一起，复又将他的手拉过头顶，狠狠地按在船板上。没待魏无羡反应，蓝忘机又粗暴地堵上他的唇。在蓝忘机的压制下，魏无羡只有呜咽呻吟的份，感觉自己被啃得嘴唇都发麻。蓝忘机毫不怜惜地吻着他，让他不住有些紧张，又有些期待，身体不禁越来越热。魏无羡双眸沾染上雾气，迎着光，晶亮晶亮的闪，4颗星星落在了心上，对他眨了眨眼，闪耀了他的天与地。蓝忘机吻上他的眼睫，低喃唤他：“魏婴，魏婴。”声声深情又缠绵，似有人张开了柔软的爪子，轻轻地在魏无羡心里挠了一下。蓝湛。魏无羡情不自禁去寻他的双唇，蓝湛，是情动之时下意识的恳求邀请。蓝忘机贴了上去，撕扯他的衣襟，头埋在他颈间一阵啃咬。啊，蓝湛！他有些惊慌。蓝忘机清浅的眸子闪着些危险的火光，面上虽然丝毫看不出变化，不过离得近了，能发现他呼吸并不平稳，低低的喘息着，已然分不清是谁的砰砰心跳，剧烈的回响在耳畔。魏婴。蓝忘机吻了他一下，在他耳边低喘：“可以吗？”这他妈谁受得住啊！魏无羡觉得自己脑子都要炸了，也顾不上蓝忘机问的是个什么意思。可以，蓝二哥哥想做什么都可以。复又被深情的吻上来，看他瘫在怀里，已然一副动情至极的模样，蓝忘机才终于去寻他的腰带，手还没伸进去呢，就听不远处一声扑通，莲塘里泛起巨大的涟漪，小舟不禁晃荡起来，竟是有人从天而降掉入塘里，而那人还不会游泳，在水里胡乱扑腾。救命！救命啊！好事被突然打断，魏无羡内心自是很不高兴，对蓝忘机一挑眉：“当没看见行不行？”蓝忘机立刻帮他整理衣衫，回他一个眼神：“胡闹！”蓝忘机解了绑着他的抹额，带回头上。魏无羡心下无奈，没得办法，臭着一张脸，将船划过去一点，伸出船桨：“喂，抓牢了！”那人终于抓到救命稻草，死死地抱着船桨。蓝忘机怕魏无羡吃力，伸手接过，轻松将人提了上来。那落水之人湿了一身，坐在船头惊魂未定，打了几个喷嚏。魏无羡坐到蓝忘机身边，顺势靠着他，打量着面前这人，就见那人好容易缓过来了，抖了抖身上的水珠：“多谢二位相救。”两人又对视一眼，果然刚才没看错，这哪里是个人，分明是个妖来着。那人身形看着和普通人无异，面上虽然湿哒哒的，但也难掩眉目的俊朗。虽然是比不上蓝湛了，不过这妖长得倒是还不错。那人张开一双鱼鸟般巨大的翅膀，扑腾了几下，抖落沾染其上的水珠。蓝忘机伸手挡在魏无羡身前，用广袖挡住他，不让水珠落在他身上。魏无羡心下一暖，笑着靠得更近了一些。他觉得这妖有点搞笑，便问他：“我说你这会飞的，怎地还能溺水？”那鸟人还没说的原因，便传来一阵饿肚子的响声。魏无羡立刻澄清：“不是我。”就见那鸟人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，道：“是我。”两人无奈地看着他，他又道：“我本是在空中徘徊了一阵，结果因为太饿了，飞不动了，便掉下来。”魏无羡一阵无语，这鸟人的意思，莫不是现在也飞不走，要赖在我们的船上了？这妖打扰别人谈恋爱，也不怕被驴踢死。就见蓝忘机拿了桨，淡声道：“先靠岸。”魏无羡哦了一声，也没其他办法，往后坐了一点，从后边抱着蓝忘机的腰，心下不满低声道：“韩光君今晚可得不给我。”感受怀中的人微微地晃了一下身形，魏无羡才满意的嘿嘿坏笑出声。靠了岸，魏无羡本想就此别过，那鸟人却双手掩面，带着哭腔：“我好饿啊，就没有好心人愿意给可怜的鸟投食？莫非我要因为一顿饭去作祟吗？”呜。魏无羡无奈道：“就一顿饭，吃完便离开。”那鸟人将手放下，换上一副开心的笑脸：“好，
二位仙师好人一生平安。然后便引了翅膀，领头走在前面，叫他们跟上。鸟人径自去了当地据说最好的楼子，跟小二要了个雅间，自己点了一大堆菜，从头至尾没有问过他二人意见。魏无羡发誓自己是第一次见到这么自来熟、这么不要脸的妖。那鸟人也不理魏无羡投过去鄙视的目光，自己吃得高兴得很。蓝忘机给魏无羡夹了块红彤彤的肉，道：“先吃饭。”魏无羡笑眯眯的，连人带凳子往蓝忘机那边靠，就差要坐到人腿上了。对面那鸟人见状咳了几声：“两位，我还在呢。”魏无羡看他终于开口了，手撑着头问他：“反正你跟了我们这么久，自是看去了不少，还介意个啥？”那鸟人瞳孔微微睁大：“公子发现了啊！”魏无羡指了指他额前的发，那鸟人要说与常人有甚区别，除了背后的翅膀，就还有额前几缕上翘火红的发了。不难联想到，正是魏无羡之前看到的那只鸟，而先前一直在他们头顶徘徊，更跌落在他们眼前，不会是巧合。魏无羡问他：“说吧，跟了多久？有啥事？”那鸟人挠挠头道：“其实从80开始。”魏无羡头都有点撑不住：“你这兴趣可不太好啊，怎地还偷窥这么久？”“不，我其实有事想找二位公子，但是……”说罢看了看蓝忘机，又看了看魏无羡，不好意思的开口：“但是二位气氛太不便打扰，我怕打扰了二位，让二位心情不好，怕您拒绝我的事，所以想寻个好时机，便一直跟着。”这两人一直黏糊糊的，原先在巴陵人多还好一点，但人多他又不好现身，后来到云梦只剩2人，但一刻都找不到机会插话，跟着时间就久了，结果饿晕了掉下来，而且还是时机最差的时候。我现在就拒绝你，偷窥那么久，我就不和你计较了，你赶紧忘了，吃完饭各走各路。公子，你不能这样啊！那鸟人紧张极了，便又道：“怎地我在巴陵也算救过二位啊？”当时那鸟是你？当时魏无羡便觉得奇怪，莫说那么晚了哪来的鸟，还那么巧指引他们往一个方向去，堪堪出了迷雾就走了，哪有那么巧合？那鸟人点点头，又道：“我看公子一行人中了那女鬼的圈套，便出声帮忙。”魏无羡看了蓝忘机一眼，见蓝忘机对他点了点头，心下无奈，喝了口酒，撇撇嘴道：“说吧，姑且听听你什么事。”鸟人起身对他们行了一礼，突然眼前酒楼饭桌全都不见，身边景物变成一处山脚，林间郁郁葱葱，光洒下来似蝉翼，一片一片立于地，闪着晶莹的光，树梢叶茂，虫鸣鸟叫穿于其中，生机勃发。无名夜空，那鸟人缓缓道来：“那夜大雨磅礴，父母和兄弟姐妹们都离去，只剩我与大哥2个相依为命。然此山有灵，长期浸染，得以助长我们修为，修炼成人形。但与之交换的是，我们必须守护这方山脉，保持山间平静与平衡。”他们在此守护了大抵有几百年，时间太久都记不清了。此处本也偏僻，山野精怪，无非就是那点事，偶尔吵一架，或者小打小闹，总也是无甚大事发生。他性格本就活泼，住得久了，烦闷了，便会化成鸟形，飞出去看看。人类村子可热闹，有时故意在人前叽叽喳喳的叫，还会掏的些吃食。他心里觉得人类傻，又乐此不疲。这日，我如往日无聊了一般，化为鸟形，想出去逛逛，却在山脚下遇到一个姑娘。就见眼前画面稍变，果然出现了一个小姑娘，坐于山脚下的石块上。那姑娘双手掩面，肩膀发抖，似在哭泣。夜空化作的鸟，鸽子大小，通体黑色，头顶几个如火的红色羽毛翘起。看到这偏僻的山林竟然来了个姑娘，便飞过去，落于她身侧，清脆地鸣叫了几声。加入本频道会员，听更多完整版小说，感受望线如何实践天天就是天天。